照片上哪个人是你？这个是我。确定吗？确定。在同一时间、不同角度，你们的助教拍了一张侧拍照，你好好看清楚。你看一下，这个人也是你。是我。你旁边的同学叫什么名字？我不记得了。你跟他们一起上了那么多次课，连同学的名字都不记得？我不太跟同学交流的。我们今天把你叫到这来，就说明我们掌握了一定的证据。再问你最后一次，这个人是谁？他叫什么名字？舒婷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了？她还好吗？这个人叫李淑婷，对吗？他为什么会利用你的名字出现在课堂上？那天，舒婷听说我有实验课，她觉得好玩，就想尝试一下。舒婷她没上过大学，她对学校里的一切都很好奇。那本来我就不喜欢上实验课，我就让她去了。李淑婷知道你们实验课的内容吗？那是我们大家自己分开做实验观察的课，我觉得肯定不会被发现的，就让她装扮成了我的样子去上课。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舒婷到底怎么了？你为什么一直这么问？你是知道些什么吗？还是他告诉了你什么？李淑婷之前也有假扮成你去上过课吗？就是这次。李淑婷现在在哪？我不知道。舒婷到底怎么了？你先回答我们的问题。我真的不知道舒婷到底怎么了。你上一次见到李淑婷是什么时候？在这之前，我们已经很久没见过了。他很关心李淑婷。已经问过3次了。李淑婷养蜘蛛吗？为什么问这个？这是她养的蜘蛛吧？看得出来你很关心她。你一定也知道她心里有疾病吧？她是不是常常幻想自己是只蜘蛛？我们怀疑这2个人都是她杀的。这些都是舒婷做的。对。他杀人了。你是不是知道这事？他杀人了。对。如果你现在告诉我们的话，我们可能还会救下一个人。如果你想救他的话，就把你知道的告诉我们。我什么都不知道。这家伙一定知道什么。
不是我，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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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我说了，我没有杀人，真的不是我，真的不是我！我求求你们了，不要抓我，真的不是我！我说过了，没有。凶手不是他，他两边的肩膀有不自然的高低，他紧张的时候，左手会出现不自觉的痉挛，这就是典型的先天性神经麻痹的迹象。而我们要找的凶手，必须要拥有可以移动江飞尸体的体型和力气。但是先天性神经麻痹的人，绝对不可能独自处理江飞的尸体。我去问问。南风，什么事？我怀疑有人对江飞的尸检报告动了手脚。什么意思？你调转到这里来多久了？这和案件什么关系？凶手故意布局，想要诱导我们对死亡原因做出错误的判断，但同时，他也暴露了自己的特点。他对药理、解剖，还有公安局内部的办案流程都非常清楚，甚至还有机会接触到案件资料。符合这些特征，只有公安局内部的人。你的意思是，凶手是自己人？赵医生，毒理检测这一块，还是拜托您了。托齐主任的福，以后我的工作量就会大大减少，也不用经常过来熬夜。谢谢你，辛苦了。我先去整理毒品采样。齐主任，我先去准备存放尸体的冰柜，是要填一下这个尸检报告。不用了，尸检报告我来填吧。你存放尸体。好。齐主任，我留下来拍照记录，尸体我一会儿送过去。死了，他在尸体上看到了我的名字。尸体有被动过的痕迹。你们的意思是说，江飞在死前用隐形墨水在自己身上写下了凶手的名字，但是被人擦掉了？没错，而且兰子拍到的黑光灯照片也被人删掉了。是伊娃。
你的英文名是不是叫伊娃？伊娃这名字是江飞起的，他带我出去玩，逢人就介绍说我叫伊娃，他还让我穿那套洛丽塔的衣服，那衣服就是他买的，他给我很多钱和礼物，我没有理由杀他呀，他死了对我没有任何好处。那天晚上你跟江飞在酒吧见面，你说他感冒了，吃了头孢。对，那盒头孢在哪？我带走了，现在应该在实验室的桌上。韩队，朱队，跟江飞体内的药一样吗？之前我们对江飞死因的判断是严重醉酒加双硫仑样反应导致的急性心力衰竭，但是我们刚才对头孢进行了检测，发现里边并没有甲硫斯氮唑集团。简单说，不是所有的头孢都会导致双硫仑样反应，必须要含有甲硫斯氮唑集团才会诱发。所以张璐的药是没有问题的。对，我们是在江飞家找到另一盒头孢吗？对，江飞家打开的那盒头孢里是有甲硫斯氮唑集团的。所以当时才会判定为急性心力衰竭。对，江飞是被冻死的，心力衰竭只是凶手想制造的意外死亡。如果张璐真的是凶手的话，他不会告诉我们江飞吃了那盒药，那会让意外死亡的推论不成立。继续查吧。好。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江飞跟张璐就坐在这儿。江飞的确在张璐面前吃了药，但具体吃的是什么，看不太清楚。方达，张璐手上那盒头孢就是实验室那盒，那他没有撒谎。江飞的体内也验出了双硫仑样的反应，如果这盒药没有问题的话，凶手一定是在某个时刻让他吃了另外一盒头孢。再放一遍。戚主任，我刚才看到了兰子生前做到一半的检验，好像在分离一种毒品的配方，是你当时在让他比对什么吗？原钻呢？原钻验了吗？原钻前几年被列为重大查缉项目，也在对比范围内，但结论是未检出。李一奇的血液样本在哪儿？李一奇？你是觉得李一奇的案子跟兰子还有江飞的这个案子有关？停，倒回去，再放一遍。一个左撇子，一个右撇子，有人冒充张璐。不对，那江飞家的血迹怎么会是张璐的？齐法医，韩芳，高原呢？高原呢？高原，朱队、韩队，怎么了？江飞家的血液对比是你做的吗？不是啊，药检是你做的吗？江飞家带回来的所有的检测都不是我做的。是江飞家的血检报告有问题吗？对比结果出来了，是他。赵医生人在哪儿？现在？这是你女儿赵一娃的转院申请，麻烦您签个字。
江飞家的血迹对比报告，这次没问题。赵医师，没想到我们会在这里见面。鉴定结果出来了，你的血液跟我们在江飞家发现的血液匹配。你是为了你的女儿赵一娃才杀了江飞吧？我之前抓过江飞，他贩卖一种叫原钻的毒品，害死了不少人。我们做过调查，你之前在丽城工作，那个时候你女儿16岁，有一次她在鱼缸里割腕自杀，发现以后救了过来，但是变成了植物人。从她的体内检测出了大量的毒品，主要成分就是原钻。你听说过一种毒品叫原钻吗？我以前验过很多死者，都是死于它。印象里面最后一桩，是一个16岁的少女，因为吸食原钻造成脑损伤，变成了植物人。你就是在那一天听到江飞的名字。江飞这个家伙狡兔三窟的，他具体在哪个窟，得你们自己一个一个去找。你假扮张璐，接近江飞，制造给他下药的机会。一个左撇子，一个右撇子，有人冒充张璐。你在酒吧哄骗江飞，吃下了头孢。在我们抓到张璐之后，你利用你的职能，嫁祸给张璐，为了洗清自己的罪名。对吗？如果张璐的血迹跟我们在江飞家采样的血迹吻合，那他就最有可能是杀害江飞的凶手。你用张璐的血替换了江飞家的血液样本，诬陷他是凶手。你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掩盖你杀害江飞。所以江飞的死亡时间是在凌晨4点，而且我查了，那天晚上根本没有地面。凶手必须从现场把这把刀带走，那就表示那把刀刺伤的不是死者，是凶手。你还记得赵一娃吗？
心，怎么样？找到了，在李一奇案发生的前2个礼拜，我发现齐法医曾经出现在788夜店好几次。我交叉对比过几段监控，发现齐法医出现，江飞都在。看起来，齐法医应该是在跟踪江飞。朱队，这是其死者的资料。他2年前发生了很严重的车祸，他车上一名女性乘客当场死亡。朱队，他还有什么问题吗？你先去忙吧。好。你为什么来？为什么跟踪李一奇和江飞？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跟小飞的死有关。原钻。你是为了原钻案才来的？江飞的死不是意外，是他杀。江飞的尸体是在中午11点半左右被发现，尸温与室温相同，22度。胸口处有点状、方块状的痕迹，呈鲜红色。尸体侧面的尸斑呈片状，暗红色。有什么问题吗？鲜红色尸斑跟推断的死亡时间有冲突，室温下降速度属于异常，这存在2种可能：第一，凶手有意要混淆死亡时间；二，凶手的行凶手法会影响尸体的温度。我认为2的几率大于1，因此，我猜测江飞很有可能冻死，在江飞自己家吗？可是他家并没有这样的环境啊。有一个地方可以。不可能，这太小了。凶手如果是将江飞塞进冰箱里，那么江飞的尸体上一定会留下很多伤痕以及痕迹。但就目前来看，尸体上并没有这样的伤痕，有的只是尸斑。尸斑是血液受重力作用于低下部位产生的痕迹。江飞当时死亡的时候是侧卧，所以尸斑应该只会形成在侧面。但是你看这儿，江飞的胸口处却出现了鲜红色的斑迹。还有，江飞死亡的时候，身上的衣服全是皱褶。他这个衣服怎么像湿了又干了呀？包括他的手指以及脚趾都出现了因为长时间泡水
在渗透作用下才会出现的皱褶。江飞本就是不修边幅之人，他的衣服褶皱也不奇怪。我们发现尸体的时候，发现浴缸底部有些水，他的皮肤褶皱应该就是泡水导致的。那按照你的推论，当时他的手指、脚趾并不会接触到浴缸底部的水，不应该有褶皱才对。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所以江飞不是冻死在冰柜里，而是在浴缸里被冻死的。江飞家的浴室那扇窗户一直都是开着的。尸体被发现的时候，冰块虽然已经融化了，但是尸体上却留下了冻伤的痕迹。他胸口这片鲜红色的斑迹，就是最好的证明。这也是因为在低温情况下各脏器衰竭而造成。从现场的痕迹来看，所有情况符合齐法医说的。知道了。所以韩芳，你现在愿意相信江飞的死不是意外，是他杀了吗？假设齐法医的推论是成立的，那我们就应该验证一下，看这个地方有没有第二个人的痕迹。再仔细搜一下。我想跟您多学着点，早日成为跟您一样的好法医。朱队，江飞的案子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你都摆脱了嫌疑，为什么还要查江飞？我知道你很关心江飞的案子，还有李一奇的案子。我也知道你有能力带我们接近真相，但是至今为止，你也没有向我们解释清楚，在这2个案子当中，你出现的巧合，包括这一次，你为什么会独自去查江飞？我希望你回答我的问题，并且在我信任你之前，我不会回答你任何与本案相关的问题。朱队，我是一名法医，当死亡发生的时候，只有法医可以替死者说出他们死前究竟经历了什么。而且，我相信，不管是谁，即便是像江飞这样的毒贩，他们也有权利得到一个真相。我在江飞的案子看到了他杀的可能性，所以我一定要查出真相。但是他又是一个固执的人，韩风也一样，所以我希望你把他俩能够凝聚在一起，好好办案。
所以江飞的死亡时间是在凌晨4点多。对，如果江飞是被冻死的，那么他尸体的温度本来就比正常的要低，所以相对的降温时间也会缩短。韩队，江飞被冻死是齐法医推论的，让他给我们讲述一下吧。现在只知道江飞是被凶手冻死的，但是没有任何线索可以找到凶手。凶手在江飞醉酒的情况下，让他吃下头孢，造成双硫仑样反应，并且在他昏迷的时候，以冰激动身体，导致全身各脏器，尤其是心脏衰竭而死，说明凶手对人体机能有一定的了解。高法医，第一次解剖化验之后，胃里的食物残渣具体有些什么？胃残渣里有9个红肠，没有头孢。但是江飞家桌子上的头孢已经是打开的，且药理检测验出了有成分。红肠没有被消化，这说明死者生前最后吃下的食物就是红肠。现场有找到把刀吗？没有。红肠有被刀切过的痕迹，却没有找到刀，会不会被人拿走了？江飞的尸体上没有任何的外伤，就算有刀，也不可能是凶器。凶手为什么要把刀带走？你们在现场做卢米诺了吗？江飞身上没有外伤，凶手却必须从现场把这把刀带走，那就表示那把刀刺伤的不是死者，是凶手。这如果不是江飞的血，就只能是凶手的了。为什么没有让齐法医来做血迹对比？比对结果出来了，资料库里没有符合的记录。谢谢啊。目前这几起案件的时间顺序是：7号晚上，邱兰子跟着我们一起去参加了788夜店伤人案的调查。紧接着，他跟高法医还有齐法医一起去做了离奇血液检测比对工作，一直到隔天。第二天中午，我们发现了江飞的尸体，邱兰子随后到了现场。当晚，他同齐法医还有高法医对江飞的尸体进行了解剖。我们在邱兰子的胃部发现了胃药的肠溶胶囊残片。按照药物溶解的速度以及时间线来推演，邱兰子服用胃药的时间，应该是在解剖完江飞的尸体之后，到他死亡的这段时间之内。邱兰子第一次离开分局遇到我的时间是晚上9点左右。 2个小时后，我接到了邱兰子的电话。邱兰子说，发现了江飞尸体的线索。10分钟之后，我跟韩队赶到法医办公室时，就已经发现了他的尸体。胃药是在他的随身物品中发现的，他平时的东西都放在更衣室的储藏柜里。那边监控有什么新发现吗？更衣室那层没有监控，那边进进出出都是下班的人。而且白局的意思是，先不要扩大调查范围，先小范围锁定嫌疑人再说。那么邱兰子最有可能服下药的时间是在离开分局到再重新回来这中间，只是我们不知道他去了哪，见了谁。
江飞呢？大家不要忘了，裘兰子在临死前说是有江飞死因的信息。江飞是喝醉了回的家，他在哪儿喝的酒，跟什么人喝的酒，查出来了吗？他不用移动支付和刷卡，都是用现金，所以很难查到他的消费记录。